语言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。记得他在《心动的信号》里说过这样一段话：好的工作不好找，男朋友随时都可以找，成千上万毕业的大学生啊，跟你抢工作啊，你怎么抢得过？虽然他的学历一直以来备受诟病，但他对自己、对现实、对社会的认知比绝大多数同龄人应该都要清醒。学历只是敲门砖，一张可以证明的可有可无的纸，时间久了还会上灰，会腐朽。而言语虽然算不上文化，但至少也是衍生品吧，是你的，学会了那就是你的，一生受用无穷的瑰宝。那时候的他面对着铺天盖地的谩骂，说出了这一段话，虽然不能做到与之共情，但也算是能理解的吧。这个社会的恶意从来不会因为任何人善良而减少，相反，那些具有恶意的人却肯定有着自己善良的一面，这只不过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已。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，很庆幸有这么一个人说了些这么直白却深刻的话，还让我有机会听见。这种幸运大概就是他口中的老天爷平均分配的运气中的一部分吧。当然啦，这个社会也有很多的科学家、实干家和无论思想认知还是技术都很厉害的名人、学者，还有很多默默付出的公益人员，他们在为维护这个社会而努力。他们虽然没有在公众面前广为流传的言语理论，但他们更应该感谢，因为他们是英雄，不需要用任何言语辞藻渲染的英雄。时代需要他们，困难需要他们，我们只是享受到了他们身体力行的成果。这不是言语，这是时代的灵魂，是时代转动的轴承。没有他们，我们也没有机会能安稳地坐在家中，听那些振奋人心的故事，欣赏那些赏心悦目的文字。每一个社会都有着它自己的运转秩序，言语作为这个社会的润滑剂之一，无时不刻地发挥着它必不可少的作用。